小夫所到之处，老妈病得不行，胖虎倒地不醒，老师看来也快要灵车漂移了。难道小夫是传说中的天煞孤星吗？小夫这次只考了13分，那老师肯定要问了，是跟大雄玩的荒废了学业吗？小夫变脸比翻考卷还快。老妈病重，人家每晚要忙着照顾老妈，无心学习。虽然老师和静香都被他唬住了，大雄可是清楚的很。小夫老妈今早还活蹦乱跳的，感觉都能干过菜市场抢菜的老头老太太了。这不，小夫一回家，老妈又给他做了点心吃。问到考试的事，小夫又换了个剧本。这次是老师发病被救护车拖走，导致考试取消，自己还是那个救了老师的大英雄。成功骗过老妈后，小夫就出去玩了。这会儿胖虎正在空地上给安雄和春夫看好看的东西，小夫好说歹说才看到了一眼，那居然是一出道就爆火的网红偶像陆木匠的私房照。小夫也真是一天不装就浑身不舒服，这会儿又说自己和陆木匠之间那都是跟老夫老妻似的了，而且照片想拍多少拍多少，说不定今天就会来家里做客，谁让咱的老爸有一个朋友呢？胖虎一听就把持不住了，非要带着相机去小夫家里拍，甚至拉下脸来给小夫下跪磕头。这小夫可怎么受得起？牛皮吹破的小夫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跑去求蓝胖子帮忙，要不然等胖虎发现真相，他就真玩完了。蓝胖子也不能见死不救，拿出个还没巴掌大的谎话成真喇叭出来，让小夫放进嘴巴里，这样说谎就能变成真的了。小夫一开口就是经典的狼来了，大雄还没笑完，真就冲进来一只大灰狼，还有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及时赶到，大雄3人才没变成这么可爱的狼狼的晚餐肉。这下小夫放心了，欢天喜地的跑回家。胖虎也带着相机来了，小夫嫌他丢人，让他上草丛里待着去。终于陆木匠来了，他坐的车正好在小夫家门口坏了，只好先来小夫家里坐坐。看到小夫把陆木匠带进餐厅，胖虎连照片都没法好好拍了，春心荡漾的他不顾一切地冲出了草丛。于是陆木匠还没开始吃点心，就看到胖虎那张猥琐的大脸贴在玻璃上，小夫嫌弃的不得了，干脆让胖虎跟陆木匠合个影完事儿。胖虎一听还能这样，整个人兴奋过度，直挺挺倒在地上。拍完照才手舞足蹈的离开了。大雄和蓝胖子看到这样，就知道小夫成功了。和陆木匠告别后，小夫自己也有被爽到，一时说谎一时爽，一直说谎一直爽，怎么可能把喇叭还回去呢？小夫又煞有介事的说自己认识一群社会哥，要是大雄和蓝胖子敢做什么，后果很严重。这下两人只能在谎话成真之前撒丫子逃走。小夫还没想到再撒个什么谎，老师突然从天而降，说要来看望他重病的老妈。小夫只好继续编，说老妈又冷又头晕，没法见人。老师见状只好走人。小夫回屋一看，老妈真的变成了他说的那样，挣扎了一会儿就没动静了，只剩一口气吊着了。小夫哭喊着去找蓝胖子，结果半路上被他之前说的社会哥拦住了，毕竟他们是好兄弟，可是小夫自己说的。见小夫扔下他们转头就跑，社会哥们甚至都难过的要落泪了。听说小夫老妈真的病了，蓝胖子让小夫赶紧把喇叭吐出来，然后按取消键，但是喇叭却卡在了他蛀牙的洞里。那么办法就只有一个了，小夫用自己从牙科医院里传出的杀猪般的嚎叫，告诉我们撒谎没有什么好下场哟。等老师和胖虎发现了小夫在骗他们，是否会给小夫第2波物理攻击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蓝胖子好心好意给静香发大雄同款情侣装，可人家静香不好这一口，穿啥能比不穿更刺激。大雄表示我还只是个孩子啊。大雄沉迷入魔动漫无法自拔，并发出杠铃般的笑声。蓝胖子嫌弃他太宅，大雄却觉得漫画比外面的世界有意思多了，成为死宅错不在他，而是这个世界。可大雄还有救，蓝胖子拿出一件夸张外套，大雄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的穿上了。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下一秒一只蝎子爬到大雄脚边，大雄头皮发麻，整个人成了窜天猴。蓝胖子却淡定的把蝎子拍死了。大雄脱了外套才发现那只不过是只小强。小伙伴们是更怕蝎子还是更怕小强呢？这就是夸张外套的效果。如此一来，大雄对外面的世界开始充满期待了，披上外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听见动静的老妈问他作业写完没，此时的大雄看到的却是个白发老妖婆，简直刺激到爆炸。大雄还没缓过气来，背后来了只狮子，驯兽师一脸淫笑的看着他，大雄拔腿就跑，却被蓝胖子拉住了命运的一角，要大雄把自己想象成人猿泰山，试着去驯服狮子。大雄酝酿了半天，
被狮子一下就扑倒了。然而它的本质只是条舔狗，主人压根没搞明白这孩子在高兴个什么劲儿。静香也没看懂大雄突然开始吊嗓子是什么操作。不过既然是这么有趣的外套，那就来一件呗。为了不成为穿上情侣装的小两口的猫型自走电灯泡，蓝胖子默默退场。大雄决定誓死保卫静香，却在下一秒被恐龙吓傻了。不像静香一眼就看出本体是卡车，所谓的原始丛林也不过是空地罢了。但静香多少有点让大雄下不来台了，只能配合他的出演。胖虎小夫看到了仿佛走错片场的大雄和静香，一只大蟒蛇突然钻了出来，大雄是真心吓到了，静香也尽力配合他的出演。虽然他明知道那就是条蚯蚓罢了，可能这就是真爱吧。刚逃过蟒蛇，胖虎一棒子把球打到了申城先生家。在穿着夸张外套的两人看来，效果堪比陨石撞地球，一时间天崩地裂。胖虎和小夫慌忙逃窜，掉落了一枚硬币，但在大雄两人眼里，居然是个大金块。胖虎很快就发现钱掉了，伙同小夫一起冲上去抢。大雄看到到手的金子就要被海盗抢了，赶紧开溜。静香依然卖力配合，忽然周围浓烟滚滚，传来地动山摇的脚步声，巨大的身影逐渐逼近。这下四人终于看清了，传说中的雷神居然下凡来抓胖虎和小夫这两个妖精了。小伙伴们猜出来雷神是谁了吗？终于逃过一劫，静香也属实是累了，说着就开始脱夸张外套。可在大雄眼里，静香在光天化日之下脱了一件又一件，趁没人看见，赶紧把媳妇儿赶回了家。走之前还不忘叮嘱小心感冒哟。大雄终于体验够了刺激的生活，刚回到房间就看到蓝胖子直挺挺躺着，灵堂都摆上了，哭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外套还穿着呢，他只不过是在睡觉罢了。将计就计，大雄给蓝胖子穿上夸张外套。蓝胖子刚睁开眼就看到一只恐龙，吓得满地乱爬。不过发现身上的外套之后，他立马识破了大雄的诡计，一看到幽灵就知道是大雄装的，恐龙也只不过是老鼠罢了。等等，老鼠？这下蓝胖子的铁头功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，还不如真遇到恐龙呢。大雄总算扳回一城，但被叫成老妖婆的老妈，一会儿要怎么收拾他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天堂全是一沓一沓的胖虎，那和地狱也没差了。说好的成为彼此的天使，怎么只有胖虎呢？大雄和蓝胖子还在想圣诞什么礼物好，已经有贺卡送过来了，打开就飞出来了一堆小仙女还有文字，并且传出了多拉美的声音。话音刚落，两人就被吸进了贺卡的世界。就像多拉美说的那样，有一群雪国的妖精围着他俩跳舞。女孩子裙下到底有什么？这个千古难题终于有答案了，原来是亮闪闪的雪花。蓝胖子也和小雪人一起扭了起来。欣赏完美丽的舞蹈，两人刚从贺卡里出来，多拉美就打来了电话。原来这是未来的爆款产品，音乐响起时就可以进到贺卡上描写的世界里了。大雄也迫不及待想跟小伙伴们分享这种贺卡，可当大雄到了小夫家时才知道离晚会开始还有1个小时。蓝胖子只好把刚下单的圣诞贺卡掏出来给大家打发时间。听了蓝胖子的讲解，大家开始在贺卡上描写自己喜欢的世界，当然内容现在是保密的。写完后，大家把贺卡打乱放在一起，随机抽取。第一个中奖的是蓝胖子，把大家带去了充满圣诞蛋糕的世界。这个世界连铜锣烧蛋糕都有，可这么多美食，小夫和胖虎偏偏看上了同一个，两人谁也不肯让谁，开始你拍一我拍一，没注意到音乐快停了，结果一口都没吃到。接下来是大雄的抽卡回合，果然一发入魂。接下来要看的是静香给大家带来的梦世界圣诞灯光秀，大家坐在雪橇上，见证了什么叫做五彩斑斓的黑，就像是把少女心揉碎了撒在夜空中一样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接下来是胖虎收到了大雄的贺卡，要带大家看超大的圣诞树。小伙伴们来到了钓鱼池边上，回头一看，有个巨人正在钓鳟鱼，这算哪门子圣诞树啊？巨人说自己叫克里斯，这下大家才想明白，都怪大雄写错字了，真是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啊！就剩2张了，胖虎强行连抽，大家听他说听这个字就知道要出事了。果然，胖虎要为大家倾情演唱一首圣诞歌，这下跑都跑不掉了。足足几百个胖虎组成的圣歌会，场景明明是天堂，可这来自地狱的声音却此起彼伏，真是如听仙乐耳暂聋。小夫听的头发都炸了。俗话说头可断血可流，发型不可乱。圣诞歌终于结束了，他高兴的大吼3声太好了。谁曾想胖虎们还以为小夫希望他们再来一首，压根不给他辩解的余地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个人被留在了贺卡里。胖虎去了厕所，蓝胖子一看贺卡动了，赶紧压住，就怕又回去了。苦命的小夫刚爬出半个身子，
就被250斤的胖子再次封印。经过了胖虎们一轮又一轮的洗礼，小夫出来时人都快被榨干了，用最后一丝力气打开了自己的贺卡。这次大家是去世界第1的雪山玩雪橇竞速，一开始还挺享受的，可后面却越来越惊悚。蓝胖子悟了，这就是在高度和陡峭程度上都是世界第1的雪山。还好音乐快停了，可是大家一个闪现居然又回来了，因为贺卡被小夫的猫关上了。所以说猫的好奇心其实害死的是人吗？多拉美来时，大家还没从贺卡里出来，还好他发现了不对劲，把大家放了出来。众人都在外面看雪，送蛋糕来的小夫妈却一脚踩在了贺卡上，开始了惊险又刺激的雪橇之旅。连小夫都没发现亲妈没了，晚会就这样开始了。大家又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。可怜的小夫妈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？